我现在人在曼谷，我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。当初就是看到这片大片的落地窗，阳光洒落在床上，超级漂亮，所以才选定它的。而这样子的房子，一个月的月租是多少呢？让我带你来看看。在流动里找安定。大家好，我是池小草，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实验。这一次来到曼谷住一个月呢，我选定的房子区域在 Klong Toi 区，这一区最靠近的 BTS 是阿奴站。我住的地方走到阿奴站只要5分钟，这一点我超级满意。除此之外呢，生活机能也很棒。怎么说？阿奴站下来呢，就有3大的超市，而且早上有市场，晚上有夜市，完全不怕肚子饿。如果来泰国喜欢 7-Eleven 的大家，这一区有3间 7-Eleven。因为我工作需要剪片的关系，所以我习惯到咖啡厅。因此，这附近的咖啡厅呢，我其实都有去过，包含了阿玛总连锁的咖啡厅，还有呢上次去的 DNA 咖啡厅，我都觉得很不错，很棒。这间咖啡厅外面写说不能抽大麻。所以，如果在这一区你要工作的，大家也不用担心。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看房间长什么样子喽。首先门口进来就是我的小客厅，这个沙发其实我不怎么坐，因为它的这个弹簧我觉得有一点不是这么的牢固。我通常会直接坐地板，因为这样子桌子高度也够，会坐在这边吃饭啊，配电视。房东超好的，他帮我换了一台电视，因为原本的电视有点杂音。上面是我自己带的插手巾，帽子啊，出门挂的东西我就会放在这边。觉得是一个小而巧的空间。客厅进来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有大片落地窗洒落的床。那这个床呢，就是偏软，睡起来还不错啦。它这个茶几原本是放在这里的，但是因为我的保养品没地方放，所以就把它移到了床边。窗台柜上面也是有一些空间可以放小东西。这边的话呢，是我平常会在这里剪影片。如果没去咖啡厅的话，剪片会在这边。这个镜子够大，很可以。化完妆就是在这里看一下自己整体的状态。这是衣柜，我的衣服都在这边。其实我也没有带很多衣服。它另外一边，我是拿来放行李箱跟挂一些包包，没有用到的枕头我也放这。客厅跟卧室中间有这个玻璃的拉门，我平常是就像这样敞开的，但是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不想要让冷气耗太多电，我就会把它拉起来。这样子就可以隔开2个区域咯。从客厅跟卧室中间这里走过来，就是我的冰箱。上面还有微波炉，这个真的超棒！我有时候吃 7-Eleven 的食物的时候，就是有口桃。冰箱的右手边就是厕所啦，有非常大面的镜子之外呢，该有的都有，洗手台、马桶。好。这个的话，我想讲一下，这是我第一天来到曼谷，喝了 7-Eleven 很好喝的巧克力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它这个塑胶很棒可以直接当刷牙杯，我就把它留起来了。在这里，也就是门的后面，就是洗澡区，这边是没有浴缸的，只有淋浴的空间。这边有做一个小小的
放置区域，可以让你把一些洗面乳啦，或者是洗发精等等的放在这。接下来是厕所的对面，也就是冰箱的左边，就是我的厨房。小小的，不过我觉得超级够用。上方这边是一个烤面包机，有时候早餐前一天要买面包的话，我就会用这烤面包机烤来吃。上面有一些餐盘、水杯可以用。这是房东有付给我的，很棒的加热水器，超好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不用每天早上起来就喝冰水，因为我习惯早上先喝温水。房东还有付了煮饭锅跟咖啡机给我，可是我发现我没有胶囊，要去买才能用。上方的地方也有附厨具，所以买东西回来吃或自己煮来吃的时候都很方便。厨房过来呢，就是小阳台。阳台这里房东有附一台洗衣机给我，刚好我现在需要洗衣服。如果你要问我这间房子有什么缺点，我绝对会告诉你阳台超小，因为晾衣服超级困难。首先呢，我必须先把衣服拿出来，接下来我这边才有空间把我的晒衣架打开来。你们看这个阳台就是这么的小。虽然小归小，但是我觉得以室内空间来说，这里一个人住真的是蛮够用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我们的大厅，我觉得装潢风格我很喜欢，很舒适之外呢，每一个座位都有插座让大家办公。然后我们的社区有附停车位，所以因为我是没有开车啦，但是如果是住这社区的人，应该都是可以停这边的停车位。这边算是大厅出来的一个休息区，但我本人是没有在这边休息的，毕竟你们知道曼谷很热，坐在这边太晒了。接下来这里是我们的泳池区，但是因为最近刚好在维护，所以我等它维护好了再来体验。那我呢现在有使用到的最常使用的就是健身房，我觉得算是小而巧，环境很棒，刚好健身房旁边看出去就是泳池，另外一边就是绿树，所以我个人超爱在这里运动。我来这里住了1个礼拜之后，真的慢慢有种哇，我真的有实现之前想做事情的感觉。我真的在这里生活了。那这样子的环境，这样子的机能，到底1个月的月租多少呢？自己配音，我要来公布喽。这一次我住的这样子的公寓。这1个月的月租是台币25,334。那因为呢，我是在台湾用 Airbnb 订的，所以呢会有一个跨国境的手续费是383，这样子加起来就差不多是26000台币。因此在曼谷租屋这样子的机能、这样子的环境，总共是26000台币。那因为我本人是第一次租屋，所以非常欢迎有经验的大家，不管你是在台湾租屋，或者是也在泰国租屋，可以告诉我你觉得这样的环境、这样的机能26000如何呢？或是你有其他的租屋经验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。而来到曼谷生活到底值不值得呢？这个答案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完整的告诉你，等到住了1个月后，也许我心里会更确定、更有答案。那至少我觉得在住的这个区域呢，它给了我一个新的、截然不同的
生活体验、生活感受。这是池小草的流动生活实验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。